喂。喂。好，杨组长，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扰你。我要匿名举报，有人罔顾检查结果写虚假病历。啊，对，我知道这属于违规。那你想举报的人是？常佳瑜。什么时候的事儿？前天晚上，是匿名举报。举报唐主任写虚假病历，隐瞒病人病情。核实了吗？属实。薛正伦。而且举报人不仅联系了医务处，还给院长写了举报信。现在院长要医务处查这件事情。真是没有一天太平的日子呀。刘副院长，还有更糟的。那还是请血液科的来会诊一下。好。好。主任，查完了吗，北丽？科里的都查完了，昨天有几个出院的，还有几个术后病人在 ICU，早上我跟周老师去看看。情况怎么样？病人情况都比较稳定，有2个下午能转科。啊，那很好啊。哎，要上手术了吧？早上排了哪一台？主任今天没手术。今天没手术啊？老的病人都做完了，新的都是择期，还在完成术前检查。那今天我们没事干。但主任可不能这么说，一会儿肯定冒出一大堆事儿来，咱们闲不了。别瞎说。要是都没什么事儿的话，要不咱们商量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啊？这个廖晓波呢，现在就算正式的进入了咱们重病组了。咱们重病组呢，现在就是有了2位副主任医师了啊。现在要确定一下，如果主任不在的时候，那谁是2把手呢？主任，老秦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是我们年资差不多，我又比他年富力强，又比他认真负责。行了，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是实事求是。哎，主任，你说。主任，要不这样，反正现在我们也没事儿，不如一会儿来一个科内比武，比个人出来。好办法。是个好办法。加油！你我都知道，这些举报内容啊，都有内情可原。但是院长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还有写虚假病历的事。那我们预估一下最坏的结果，处罚是什么？免中心主任一职，停手术6个月。不能硬来，以免两败俱伤。我先去调停一下，兴许有转机，但是一定得瞒着唐佳瑜。但是院长只是在调查结束前，让医务处来监管唐主任所有病案，禁止高风险的手术。如果我们要监管的话，唐主任不可能不知道。那你就秘密监管嘛，你常年在医院里管东管西的，大家都习惯了。那要是他起疑呢？那也得瞒着他。你想，以他的性格，万一知道了，说不定要惹出更麻烦的事，那时候更难解决了。好吧，那我找个理由，不让他知道。手术是外科的看家本领，缝合是手术的重头好戏。今天我们组内比武就比缝合。冯强东。啊，那个。比赛的内容是谁在猪心上首先完成奔透手术的主要缝合，谁就是我们重病组的2把手。平时这个工作呢，在手术台上需要医助帮着拉线才能完成，但是今天需要你们独立完成。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难的，所以2位各尽其能吧。哎，在比赛之前有什么垃圾话要对对方说吗？小菜一碟，放马过来。谁怕谁呀？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行了，既然小波已经把话喷完了，那我们就。3、2、1，开始。主任，你觉得谁能赢啊？这才刚开始，不过6，秦晴可是宋妹的主要担当。要不咱赌一手？你就赌。好。哎，好了。谁能赢？抱歉，你赢。17-9。廖晓波，加油啊！
完成了，我也完成了。你要了？那我们要看看技术。来，对，行。虽然你们的时间一样，但是手法上还是有区别的。根据这个技术上，我们分个高下。今天的获胜者是秦大厨。哎，谢谢捧场，谢谢捧场，谢谢2楼的朋友们，谢谢4楼的朋友们，谢谢对面的朋友，算你赢了，尊老爱幼。怎么，是不是转账转什么账？哎，没事。不，老秦是这样，刚才比赛之前我们都下注压你赢了，只有主任压了廖小波。哎，我说唐主任，怎么会这样？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吗？啊？哎呀，我还有点事儿啊，我去处理一下。你还有什么事儿？你没想到啊，主任原来这么欣赏我啊！喂，刘峰，如果有人喜欢你的绯闻女友，你不会介意吧？哎呀，我介什么意呀？我跟唐佳瑜啊，可什么事都没有。哎，你说的是唐佳瑜吧？哎，我可没说是谁啊，你不介意就好。他我可了解，你可千万别玩火。喂。唐主任，叶主任。哦，你是来做书签访视的吗？不是，我是专门过来找你的。找我有事吗？下班以后，你有时间吗？应该有。我有话想跟你说。李一鸣，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不可以的原因。我知道，我不在乎。那我今天也有件事情想告诉你。行，我等你下班。主任，急诊有个病人，那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过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哎，唐主任，我带你过去，14床。病人怎么回事？一个藏族男孩，21岁，叫扎西达瓦，花干严重，做超声怀疑他是单心房和单心室。好，我来看一下。看到了吗？这儿，还有这儿。哦。看一下。扎西达瓦，你这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叫单心房单心室。正常人都是有2个左右的心房心室，但你只有1个心房1个心室。给你打个比喻吧，别人都是2室2厅，但是你只有1室1厅，而且你的静脉血、动脉血混在一起，造成缺氧。你之前有确过诊吗？没有，小时候家乡卫生院的大夫说我心脏不好，我以为长大就好了。你们要尽快通知病人家属，他这种情况要尽快手术的。手术？可我家人都在很远的地方。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扎西他只是脸有一点黑而已。对啊，没这么严重吧？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啊？室颤，马上出颤！让一下，让一下。哎，你们先出去，病人要抢救了。来，快啊！200焦耳，给电。清场。再来一次，200焦耳，给电。恢复窦性心律了，可以。胡护士长，欧阳处长，有事吗？准备一下重病组成立以来所有病案的护理记录，医务处要用。是要评经典病例了吗？啊，不是每年都评吗？今年重病组是种子选手，医务处要做筛选。好，没问题，我一会儿就去准备。唐主任呢？哦，在办公室呢。虽然除颤除回来了，但是病人的情况并不乐观。
需要尽快手术。从 CT 的检查结果来看，是完全符合超声的诊断，是一个单心房单心室。可是病人21岁了，这个病从出生没多久就应该会有症状，应该很快得到确诊和手术治疗，不然的话容易夭折。能够拖到成年真的是很罕见。其实这样的情况在西藏并不罕见。什么意思啊？西藏的海拔高，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先心病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那年我去做援藏医疗，筛选先心病患儿，很多孩子到了成年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所以我想，扎西应该小的时候就有了症状，但由于当地人的肤色偏深，他和他的家人都没能重视，才拖到了现在。原来是这样哈。哎，欧阳，处长，有事吗？啊，医院筛选经典病例，我在各科抽查。我刚才听急诊说你又收了一个新的病人。啊，我可以旁听一下吗？不打扰你们。当然没问题了，坐吧。我自己来，谢谢。单心房单心室，除了手术，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所以我决定了，准备采用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在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的基础下进行。刘院长，我怎么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举报人？我不知道啊。这里就我们俩，玩这套，有意思吗？多大点事儿，还匿名举报，全世界不用猜都知道是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想啊，连小学生都烦给老师打小报告的同学，在单位里谁会喜欢举报的人呢？那也不能放任个别人胡作非为，没人管吧？哎，既然是匿名举报，刘副院长凭什么认为我就是那举报人呢？我不拐弯抹角了，我只说，以后心脏中心露脸的事儿，比如上个电视节目、做个采访、专访什么的，都让这个举报者露脸。毕竟，唐家瑜一开口就会惹麻烦，倒不如让这个伶牙俐齿的举报者来代劳。你说呢？刘副院长，您这么有诚意坦白，举报者难免要动心呐。不过，如果啊，仅仅是如果我就是举报人的话，除非加上一点，我才能答应。这才是职业的态度嘛。说吧。你好，王工程师。你好，欧阳真宇。啊，你也可以叫我欧阳处长。你是来拿协议？对，你和安和医院合作研发人工心脏的协议，电话里说你已经研究过了，同意签字，现在可以给我了吗？你先别急，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成果。我之前呢，我一直在试图改变这个线圈的绕法啊。后来我突然发现，其实去改变一下主动悬浮和被动悬浮的比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分寸的时候，有可能就可以达到唐主任所说的，把人工心脏的直径缩小到50毫米以内。这个公式看到吗？用这个公式演算就很容易得出这个办法。但是，当然这其中还需要一些别的因素的配合。你是不是听不懂？嗯。对牛弹琴。哎呦。现在可以签字了吗？你为什么老是板着一张脸啊？现在呢？可以签字了吗？啊，我已经签完了。那，王工程师。我希望你以后少关心别人爱不爱笑、笑不笑，多关心一下人工心脏的研发问题和进展问题。虽然唐主任认可你，但是我对你能否研发出这么先进的医疗器械深表怀疑。你这是偏见，而你是傲慢。我有傲慢的资本。
不管你信不信，我一定能够成功，你拭目以待。哎，你怎么来了？唐家瑜替薛老写虚假病历的事儿，你知道了吧？知道。这事儿，本人匿名举报了。举报的人是宋主任。是个人都知道是他，他还匿名。他还把唐家瑜做的血友病人手术、全主置换手术一并告诉了院长，说这是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属于危险行医。那后果严重吗？最坏的后果，唐家瑜免职，停手术6个月。这么严重？这事儿，你先别告诉他。你也帮我想想办法，我怕这次啊，我保不住他。扎西，现在感觉怎么样？哦，心脏不难受了。你怎么不吸氧啊？我们在排练，明天要去草莓音乐节演出。谁告诉你们他还能参加演唱会啊？他今天发生的是室颤，心脏已经停止了，就是因为他在急诊，所以才抢救过来。如果在医院以外，人就没了。你们还当是小事吗？可我们都排练好几天了，定金都收了，要是不去的话，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处理。我来呢是要跟我的病人说一下关于手术的事。扎西，我是你的主治医生，我建议你明天就手术。你的心功能已经开始下降，越早手术你越安全。手术后我就是2室2厅了吗？不能，你的情况只能做功能性矫正。我会在你的心脏外面连一根人造血管，让静脉血不经过心室，直接进行养合。虽然你这样做还是1室1厅，但是你的心功能跟正常人相比，差别不是很大，而且你的肤色也会慢慢恢复正常的。不行啊，医生，他是我们的主唱。跟你们说实话，他近期内都不能再唱歌了，明白吗？可是，医生，我可以自己签字吗？特殊的情况是允许的。等一下，秦医生会跟你说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你要多休息。你们差不多也别待太久了啊，病人需要休息，知道吗？扎西，明天我不能和你们一起登台了，你们3个人先去吧。你可以唱歌，庞伟也可以。乐队的前途很重要，我们这次收了定金，如果不去演的话，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里混了。快回去排练一下吧。那我们先走了，走了，扎西，明天好好唱，走吧。有事给我发微信。你们好好排练，明天唱好一点。主任，你要的东西都拷在这上面，全在里边了吗？只要是你做主麻，唐主任做主刀的手术，病人和手术资料都在里面。谢谢。主任，你先忙着啊。哎。喂，叶一鸣。哎，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约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改天再约。拜拜。主任，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顾阳处长早上来说要评经典病历，让我准备一下。当时我一听就觉得有点奇怪，平时评经典病历都是在年底的，正好呢，住院有个同学在医务处工作，
我就让他私下打听了一下，结果这一问才知道，是医务处在查你。佳宇，真是你啊！打你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我只有在这儿等你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啊？匿名举报的事儿。我查了病历资料库，发现学生伦的档案被封存了。我以为我来了安和那么久，大家也建立了该有的信任，没想到还跟刚开始一样，还是被你蒙在鼓里。我不是在瞒你，我是在想办法，如果能解决就不用告诉你，影响你工作的积极性。作为管医疗的副院长，还有你的朋友，我是在保护你，你感觉不出来吗？但是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除非什么？除非你当着全中心同事的面就抢宋宝德病人的事儿向他道歉。还有，向大家保证，今后每一台手术都要符合规定，不再冒险。果然是宋宝德。不做冒进手术，刘峰，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是，答应这个要求，就是很可笑，还很丢人，但总比停职停手术要强吧？你说什么？要停我的职，停我的手术？这是最坏的结果。要真走到这一步啊，整个重病组就要移交给新上任的主任。到时候你就会变得孤立无援，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头再来。你想想。让我想想吧。喂，刘峰，你安排一下吧，我可以道歉。都查完了吧？查完了。今天上午排了扎西达瓦的手术。对了，有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今天手术之前呢，开个短会。在会议中心，15分钟之后呢，你们先过去，我去准备一下。主任。开会在办公室就行，干嘛去会议室？不是我们重病组的，是整个心脏中心的。兄弟们，通过层层关系，终于打听到了这次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要不说，你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到。说呀！哎呦喂，你要噎死我呀！你赶紧的。你们好歹尊重一下发言人好不好？是有人匿名举报唐主任，说他给病人写虚假病历，还抢病人，给血友病患者做高危手术。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给宋主任道歉。嘿，匿名举报，然后让人实名道歉，真行。哎，不对，这事儿别人怎么会知道啊？龙龙，合着假病历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是吧？不是这样，您别误会啊。主任当时是怕牵连你们，我呢又怕他一个人承担不来，就非得跟他去。但是我说实话，这事儿除了我跟主任还有薛老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特别是宋宝德。是我告诉宋宝德的。哎，这事儿你这么干可不地道了啊！哎，你过分了你！廖主任，你干脆改名叫府志高算了。是我害了唐主任，
我当时真心不该这么做，我错了，我郑重向大家道歉。哎，廖晓波，你起来吧，椎间盘突出了，我们还得给你送骨科去。今天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把大家约在这儿，我是要说一点事儿。我要跟宋保德主任道歉。唐医生，大点声。我要。我刚才在休息室花了近10几分钟，写了3行字，但是这3行字都不是我想说的话，所以我打算不说了。今天把所有中心的人请过来是这样的，宋主任说，让我在这儿约上我们中心所有的同事，当着大家的面给他道歉，说我抢了他的病人。我记得上一次也是在这间会议室，会议上选择了我的手术方案。我不知道这个抢病人之说老天没有给你足够的胸怀让你接受这一切，还有一个对不起，结果最终选择了我，而没有选择你。但是就这一段时间我对于你的观察，以一个外科医生的标准来衡量，我不认为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我的职位应该比你低。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谢谢大家。唐主任。今天的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没那么容易收场。既然你知道实情，昨天来调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我没想到你会蒙我。你这么做，跟宋保德有什么区别？是你们不是去演出了吗？没有主唱演什么？这个不是丢人吗？对不起啊，
昨天我到前夜里了，石庞伟骂了我们才。哦，你好，你不是平时都不说话的吗？你说他们什么了？我说，我们是一支乐队，一个都不能少。对呀，要演就一起演。扎西，你在手术台上要记住，我们是一支乐队，一个都不能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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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啊？都怪我。现在不是怪谁不怪谁的问题，我们得想想办法，不能在这儿等死啊！办法肯定是有，就看各位豁得出去，豁不出去。老秦，你说，唐医生如果被撸下去，肯定是宋保德来接任。保险一点的话，咱们就静观其变；要是冒进一点的话，主任，主任，主任，那个，今天本来想忍辱负重的，结果失败，让你们见笑了啊！我听百烈说，你们都知道我被查的事情，再加上刚才在会议室，估计不好收场。我不知道今天这台手术是不是我在安哥的最后一台。如果是的话，我想提前在这儿跟大家唠叨几句。咱们的关系最开始没有开个好头，但是走到今天，我可以坦诚的讲，我真的非常高兴能跟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共事。因为你们都是很出色的医生，我也特别感恩，在我人生很特殊的时期遇到你们。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太好。所以我特别感谢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包容，真的谢谢。好了，说到这儿了，准备一下，开始手术了啊！唐主任，叶主任，看来你应该也知道了。你是说宋主任道歉视频的事儿？全院都知道了，有人录了视频。看来安和真的很八卦。改约在今天晚上可以吗？我是说，昨天的约定改在今晚。好。剪掉吧。
上下腔静脉缝合完毕，准备开放血流。麻醉，帮我测一下血气。没问题了。血气送去。好了，可以关胸了。刘峰，也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了。王海明昨天把合约撕毁了。什么？你先听我说。他要求在合约里面加一条，合作方必须是你唐家瑜主任。你知道，这合约一直是欧阳在张罗的，所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我没有想到欧阳会帮我。还有一个人，他连夜把你所有的手术记录全整理出来，还联系每一位病人，把病人的回馈都写了进去。当然，病人的回馈都很好。他把这份材料呢交给了院长，院长也大体看过了，也了解到了举报者的说法是有偏差的。叶一鸣，最让我想不到的是重病组的医生，每个人写了一模一样的检查，都承认写假病历是他们自己所为，愿意承担和你一样的责任和惩罚。我个神经病啊！接下来，你想知道院长对你的处理吗？进。欧阳。谢谢你。是你说服王海明的吧？不是，是他自己愿意帮你。处理结果出来了吗？哦，罚我3个月奖金。全院通报批评。没有停手术，也没有免职。我就是来说声谢谢，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唐主任，我和宋宝德不一样。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向朋友的方向发展？就是那种比同事更近一点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好啊。那主任，哟，哎，3个月的奖金对于你这种富婆来讲，那简直就是毛毛雨啦！真是太好了，主任，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主任，我还得给你道个歉。哎呀，行了，别续了。拿了，就知道吃。哎，我听说是不是每次大手术之后，大家都得组织晚上吃吃喝喝庆祝一下呀？这都知道了，不用嘛，不用。不用啊。那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诸位有没有空？老地方，然后你们消费我买单。上道，上道，上道。谢谢主任。喂，这次是我想改下次约，因为我今天晚上有事儿，真不好意思。没事儿，要和重病组的人去庆祝吧。等你回来再说也行，我都在家。好的，宋主任，我暂时不想去了，我想跟唐主任学习手术技术。最好的老师已经在身边了，
我就不舍近求远了吧。我特别想感谢这些年您对我的照顾，谢谢。没有啊，谢谢啊。给我来一杯苏打水，谢谢。啊，不是啊，今天主任请客，你喝什么苏打？今儿必须让他喝一杯。对，喝点喝点。我酒精过敏，真喝不了。酒精过敏怎么了？在座的都是大夫，谁都能抢救你，都能给你做人工呼吸。闭上你们俩嘴。佳宇，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去了安和医院心脏中心，护士们说你在这里，我就过来了。你不跟同事介绍一下我是谁吗？这是我丈夫。佳宇，佳宇，佳宇，哎，你听我说，你有什么好说的？你把人带到家里来了吗？那不是我，哎，你听我说呀，哎呀，不是你谁让自己进来的嘛？是他叫进来的，不是我。我好想你。谁让你来找我的？你别这样，我下了飞机就赶过来。就算有什么误会，咱们不能好好聊聊？这是误会吗？赵静安，你是想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我知道，之前是我的错，但是我这次回来是希望。喂。好，我知道。主任完全像是一个单身的嘛。对呀。哎，我跟你说啊，刚才他俩那状态不是主任像单身，是这俩都像单身。哎呀，其实你们也是过来人。刚才医院来电话说有个连环车祸，急诊室人手不够，让我们回去帮忙。啊？什么时候？现在。那我去就行了。啊，你们刚见面，团聚了。对。人命关天，你们赶紧走吧。快点吧。我们那个行，我们还点了酒啊。不好意思。谁走？喂，好，知道了，我马上到。
患者情况怎么样了？还算稳定，等你过来。好，我知道了。唐主任，就这个。嗯，把超声打开，我看一下。你是病人的？哦，我是他妻子。这是何木，我叫李平。刚才来过一波医生了，他这么严重吗？刚才来的是神经外科，我们是心脏外科。你先别慌，我帮你看看。是二尖瓣腱索断裂导致二尖瓣反流，需要手术修补。哦，那这样，唐主任，这面的交给你了，你留俩人，剩下给我，我那边人数也不够啊。那就龙向东、江百烈留下，你们几个人过去吧。好，哎，走。龙向东，要马上把病人送到手术室，肯定是神外前线台。你跟崔主任说一下，我马上过来接他。我们就用介入修补吧，这样的话不用开胸少打肝素，不然脑出血控制不住，好吧？我去联系。你丈夫需要做开颅手术和心脏二尖瓣修补术，这两个都是大手术，所以风险很大，所以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一会儿我们的江医生会跟你说一些细节，你要签一个手术同意书。请你们一定全力救我丈夫。我们肯定会尽力的。还有刚才你跟这是你女儿吧，应该都在车里是吧？所以你们最好做个全身的检查，哪怕是身上没有不舒服也要做，避免一下内脏出血。在急诊做过了，朵朵医生说没事。那你做了吗？我也没事，您救我丈夫就好了。都做过了是吧？那剩下交给你了。主任去吧。唐主任，叶主任，我一会儿在博爱有个手术，今晚刘慧又泡汤了，看来老天爷也不想让我把话说出来。我接个电话。崔主任，甘肃的事情是吧？那我马上过来。我马上有台手术。我今天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什么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要不然等我手术后，在手术室外我们见。好。好了，导丝已经进入左心室。你妈妈呢？我是你爸爸的医生，刚才我们见过的。我妈妈去交费了，让我在这儿等她。哦，那你乖乖的等妈妈吧。就是她。你爸爸手术很顺利，休息几天，慢慢就会好了。舅舅的。舅舅谁？舅舅妈妈。为什么要舅舅妈妈？陶医生。啊，我老公怎么样了？哦，好。手术顺利吗？挺顺利的。心脏二尖瓣已经修复好了，现在人在 ICU， 估计再过2天可以转到普通病房。谢谢。不客气。你的女儿？我女儿怎么了？你还是早点带她回去，早点休息。有什么情况会通知你们。好，那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情您给我打电话。好。谢谢。走了，朵朵。
我们走吧。走。叶主任，你是刚下手术吗？啊，普外那边又加了一台阑尾，问你能不能上。我今天约了别人有事儿，要不然你再问问其他人。好像王主任在，那我去问问王主任吧。好，去。龙哥，你说咱们医院的人要是知道主任结婚了，会是什么反应？我估计啊，都会问出乐小波说的那句灵魂拷问。那你别找了，家的手术我来上。啊，我这就过去。唐主任，哎，吕笑，叶主任还没下手术吗？叶主任已经下了，但他又接了另外一台，这估计得做到明天早上呢。哦，是吗？你是找他有什么事儿吗？哦，没什么事儿，我一会儿也走了。行，那唐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了。好，佳宇，还没吃早餐吧？你喜欢吃的芝士汉堡，在国内也开了分店了，我特地去买的。那，我早上很忙，我一会儿还要查房，我给你10分钟，你挑重点的说好吗？10分钟怎么说得完？那就别说了。佳宇，我们至少现在还是夫妻，你不能一直不跟我说话。事情发生之后，你一声不响就走，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知道我有多着急？你知道我报警了吗？是出入境管理局告诉我你回国了，然后再往下查，查不到了。赵西安，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看到一个作家的直播，说你做手术救了他的命，我才知道你回安和医院了。我想回来一个人静静，等我想清楚了，我会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好吗？没问题，我可以等，你要我等多久都行，但首先你要告诉我。你知道，事情发生之后，我真的很抱歉。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可以放弃国外的一切，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就在这里重新开始。你开什么玩笑，赵建安？你为了我放弃你国外的所有吗？是的。我们结婚9年了，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放弃所有，但是我不能放弃你。我爱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你爱我，我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吗？你不要再出现了好吗？让我一个人先静一静，谢谢你。等一下，谢谢。医务处不在这栋楼，你怎么在这儿坐电梯啊？外科大楼和门诊楼有一个连接通道，我从那儿过就行。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嗯。我刚才在外面看见你跟一位男士，谁呀？你是来找我的还是来八卦的？我是来找你有事儿，看见了就顺便问一下，你不愿意说就算了。他是我丈夫。你结婚了？对，这有什么可意外的？当然意外了，全院的人都认为你是单身。不过你跟你老公确实也是郎才女貌。你们刚才遇到什么问题了吗？什么意思啊？好像看你们在吵架。我是急着来查房而已。哦，你找我有事儿？嗯，检验科那个小王大夫，就是你在社交网站上认识的那个人。对，这2天他要了我的照片，还约我见面。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你找我来就是问这个？嗯。我怎么知道？我还急着要查房呢。耽误你时间了。欧阳。现实中的人，哪怕是和你朝夕相对的人，也不一定可信，更别说是在网上只聊过几句的陌生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那就约他见一下，见过之后再确定你们的发展关系。那要是见光死呢？如果真的是见光死，不见光也会死的，所以见一下是好事。而且，早死早超生。明白，试过了就不后悔。那我真的去查房了。谢谢。期床差不多，就让他先出院吧，没必要一直住着。家属说经济条件不太好，让他定期回来复查就行了。啊，给他省点钱。那我先去啊，主任。主任，哎，急诊来电话，问有没有看到昨天车祸患者何默的妻子李萍。我看到了，在 ICU 门口，一直问何默的情况。急诊为什么问李萍啊？急诊说给他开了检查，结果他一项都没有做。昨天他们又太忙，都没能及时发现。刚才一核对发现，这个病人居然自己走了，一项都没看。可是他告诉我，昨天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了。急诊那边很肯定，他一项没查，不过他女儿倒是都查了。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吗？我去看一下。主任，我跟你去。好。妈妈，你去课堂。
乖。雨萍，昨天急诊给你开的检查，你为什么不去做？我没事儿。你都没检查，你怎么知道没事儿？车祸很容易导致内出血的，你这样逃避检查是很危险的。马上去做检查，单子还在吗？在呢，我真没事儿，不检查了。作为医生，我强烈建议你去检查。如果你真的这么坚持不愿意查的话，你需要去趟急诊，签个字，说你是自愿不检查的，这是医院的流程。行，我去签字。多多，我不走，你得听医生阿姨的话。丽萍，你看你孩子这么小都知道要听医生的，你还是做一下检查吧。如果昨天开的检查单子丢了，我现在可以给你补。我说了我不做，你们偏要我做检查，受伤的是我老公，你们为什么一再的让我去做检查呢？怪不得说医院乱收费则。怎么办，主任？还能怎么办？这对母女真的很奇怪。走吧，回科室。妈妈，你怎么了？刘院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申请的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通过了。哦，这么快？你什么表情？这可是国家自然基金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想要的，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有反应啊，就是有点意外。能批下来当然好了。没劲，我还想说亲自过来告诉你，让你感恩戴德，请我吃顿饭呢。行，过一阵子请你吃饭。那还差不多。你呀，比唐佳瑜强。我昨天帮他这么大的忙，听说他晚上请客喝酒，竟然没请我。看你这表情，八成他也没请你。我说过吧，她这个女人就是没心没肺。行，我跟她说，让她单独请我俩吃顿大餐。唐主任，她丈夫回国了，所以她最近可能没时间到时候请客。丈夫，也就是说，这个叫李萍的女人发生车祸的时候，主动脉已经断了。我的天，她怎么忍过来的？这很疼的。内膜跟中层全断了，现在只连着一层薄薄的外膜，外膜也破了一点，一直在出血。现在胸腔跟纵隔里全是血。今天也是因为失血性血科才晕倒的。哎，这断的肋骨看着是旧伤啊，这小腿的骨折也是，肯定是刚愈合不久的。可是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被她老公打的。我猜，她是不想这些旧伤被人发现，所以才拒绝做检查。还有，被殴打的女性对于疼痛的忍耐力是会增强的，所以她才从昨天忍到了今天。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李萍应该是一名家暴受害者。李萍，你不要动，你现在有内出血，所以不能乱动。我女儿呢？护士长带你女儿去休息中心吃东西了。我老公呢？你还问他？他都已经把你打成什么样了？我自己摔的，跟我老公没关系。你还瞒着呀？这 CT 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我说了，是我自己摔的。玉萍，你尽量不要激动，你的主动脉破了一个大口子，所以你需要尽快手术，换一个人工血管。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手术室都满了，等第一时间有手术室了，我们会马上给你手术的，因为你的情况必须需要尽快手术，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明白吗？看来李萍是不打算承认被家暴。你今后要注意措辞，跟病人讲话。你刚才那样激怒他，如果他破口撕开大出血怎么办？对不起，主任，我知道我刚才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但真的是太可气了。是谁啊？如果不是自己身边的人亲身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不会对细节了解这么仔细。到底是谁？我妈。如果她当初没有勇气跟我爸提出离婚的话，那么她现在也许也躺在病房，甚至连命都没了。对不起。赶快去准备授权同意书，让李萍签字。记住了，不要再刺激他。你找我，什么事儿？不会院长又后悔了，还是要听我手术吧？我要说的是你的私事。你都结婚了，有老公，老公都追来了，你也不给我提一句。不是，这事儿谁告诉你的？欧阳是吧？什么意思？欧阳都知道了，我居然不知道。不是他说的，叶一鸣说的。叶主任知道了。进。叶主任。你已经知道了。啊。本来想昨天晚上就告诉你，可是后来不好意思。不是，这是你的私事儿，你不用跟我道歉。可是那天晚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原因吧？你介意的那个原因。其实，结婚挺正常的呀，对吧？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儿。而且那时候你跟刘峰的关系被误会的时候，你就应该告诉大家，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是不是？当然，这看你嘛，我不是要勉强你。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我一会儿还要抬手术呢。啊，好。哎，你好，我心外的，催一下手术室，麻烦您跟普外说一下，我们这是一台主动脉手术，真的等不了，一有空台我们就得马上上，不然这病人分分钟都会有危险的。让他们普外的理解一下好吗？好，好，好，谢谢啊。哎，行，那我马上通知麻醉去接病人。这种情况，你不能从这儿开始，不然你后面就没有办法下针了。要从这儿开始。可是这里好难啊。对你来说当然难了，所以主任才手把手教你。这是慢功夫，所以你自己还要磨练几年，将来才能从这么高难度。不过现在要开始练，明白吗？主任，有手术室了啊。不过今天手术太满，麻醉那边缺人，得咱们自己把病人送过去。这简单，我和百烈过去就行。好。不用了，龙向东陪我去就行。
可以了。伤口增大了，正在大出血。维肝素，马上上体外循环。手术灯。电锯。大出血，按住，肾上腺素，快，快止血，试颤，除颤器。叶主任，排班表出来了吗？还没有呢。未来这段时间，不要排我上心外的手术了。主任，这心外是你专攻的领域，况且唐主任的手术一般都是……我知道。我让你别排了，就别排了。周护士，你先休息一下。好，我给病人做个检查。好的。何墨，我来通知你2个消息。因为车祸性质严重，警察要求医院提交你所有的检查结果。可惜，在你的检查里完全查不到酒驾的证据，所以你8成没事。还有，你老婆也受了重伤，车祸造成的主动脉断裂。她因为害怕别人查到她家暴的旧伤，所以一直不肯检查。拖到了今天，但是又赶上今天手术室满员，人刚送到手术室就大出血。虽然我们尽力抢救，但是人还是没了。别太激动了，好好养病。要说什么？手牵手啊！别抱紧了。好。主任，李萍的家属都在外地，要明天才能到。他都答应报警了，如果能再早10分钟手术的话，他昨天要是做了检查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您别多想了。喝点水吧。这样，欧阳，他们都下班了哈，是吗？哦，你有事吗？有事儿。哦，什么事儿？我给他发了照片，他约我见面。挺好的，走出第一步了。完了。啊？你怎么了？今天有个病人已经到了手术室了，大出血，没保住。那我先不说了，我改天再说。没关系，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直接说，反正我也是一个人，
就当我们聊聊天。就是今天那个病人跟我说的。其实每一段婚姻都有秘密，也不是所有的伤口都有那个必要遮掩。我没听懂。其实，我老公出轨了。正是因为他出轨了，所以我才选择了逃避。我一直在逃避，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一幕就那样出现在我面前，当时的那种心情真的很难形容。我以为我回国，我能把自己一点点从那种很窘迫的境地里拉出来。好在我遇到了我们重病组，遇到了刘峰和你，还有我以为我已经好了，已经痊愈了，直到昨天晚上赵继安又出现在我面前，那一刻他又把我带回到当时那种窘迫的状态里，我心里真的太无助，当然我很难过，我也很愤怒。这不是你的错，但是我真的还是挺自卑的。我不是想有意隐瞒大家这件事情，可是我该怎么开口呢？毕竟是我的隐私，我应该怎么说？尤其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其实你最想告诉的人，应该不是我。下班了。再见。啊，
再见。喂，喂，佳瑜，今天是周末，有空见一面吗？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我很忙。还有事吗？没事，我挂了。别挂，我找你真的有事儿。我把你之前在科美的专用的那套手术器械给带回来了，所以想着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交给你，就这事儿，也没别的。喂，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好的。赵先生，请问现在点菜吗？再等一下。哦，对了，我订了花根蛋糕，如果到的话，麻烦先拿进来。好的。欢迎再次光临。你好，请问有预定吗？有预定。这边请。 15号包间，赵先生订的。我帮您查一下。15号。张姐，15号包厢订的蛋糕还有花送到了。女士，您跟他走就行了，他去的就是15号包厢。不用了，谢谢。喂，刘峰，现在我刚好有时间，让他们在医院等我吧，我马上过来。 唐主任，唐主任不好意思啊，这星期天了，还打扰你休息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假期。刘峰说是您的姑妈吗？对，身体不舒服。是姑妈，这是唐主任。唐主任你好，你好，姑妈。唐主任平时忙，算咱们运气好，今天正好没手术。是。您看刘峰虽然人在外地，还是惦记着您的。是，就是麻烦唐医生了。 谢谢你啊，唐主任。不客气，病房已经准备好了，跟我过来吧。好，走。林太太，你说有事儿，什么事儿？叫我周玲好了。刚才我姑妈在，我不好多说。其实我姑妈挺可怜的，没结婚，也没生孩子。 家里一直都是他一个人，这些年吧，他老说自己不舒服，我们也带他去医院查了，可什么都查不出来，就说他有高血压。可是呢，最近他老说心跳加快呀，胸口发闷。我觉得呀，他就是太寂寞了，想找人陪着。刘峰也说了，干脆就好好查查，让他彻底放心，以后啊就不用折腾我们。 主要就是刘峰工作也忙，我平时还得照顾2个儿子。你是说，其实他没有病？是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忘了吃降压药了。正好这次啊，您查完了以后，一定要跟他说，这些症状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以后按时吃药就行。唐主任都安排好了。那既然来了，还是先查上吧。高血压多久了？平时都怎么不舒服啊？高血压确诊1年3个月了，我每天都吃降压药，可是这血压还是忽高忽低，有一次我测到200多，哎呀，我就觉得头疼，的心口憋得慌。哎呀，姑妈，那血压仪坏了，刘峰说了，再给你重新买的。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反正我就是觉得身体不舒服，不得劲儿。不用担心啊，我给您做个超声查一下。好。
不会真的是冠心病吧？倒不是冠心病，不过心脏有占位性病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认。我马上看单子，我们马上做啊。你先稍微等一下。哦。占位是什么意思？没事儿，可能有点小问题吧，查了就行了啊。怎么还不出来啊？周老师，哎，主任，你帮我催一下周淑珍的 CT， 还有血尿儿杀方案的结果。你就说是着急要诊断，让他们尽快。好的，主任。周末结果出得慢，病人情况不好。是我想知道结果行不？而且是刘峰的姑妈。是吗？什么病啊？还不知道，没确诊呢。你怎么来了？你们医务处周日也不休息啊？在家待就没事，来医院反而踏实。找你2件事：第一，王海明的公司真要搬到医院来？对啊，等到样机缩小之后，马上要做动物实验，他公司离医院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什么？而且辉格没有入资，我们医院给的钱又少，所以他公司的租金就成困难。这点我一点都不惊讶，他那个人脸上就写着不善经营。那你给他找到地方了吗？让他来找我吧。哦，第2件事呢？啊，第2件事就是我说的送春风活动。医院规定春天送，现在都已经是夏天了，其他科室都已经送了好几回了，只有外科是个老大难，尤其是心外和神外。我刚才在崔争强那碰了钉子，你不要再推脱了。我不是推脱，就是有个问题想问，送春风是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主任，周淑珍的检查报告拿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不跟你聊了。哎，安娜，你别忘了从你们科室抽2个人去送春风，知道？今天下午开始连送3天，物资到医务处去领。记住了。还有什么事儿啊？今天晚上我要跟小王大夫见面，你有什么忠告吗？点饮料的时候，眼睛不要离开饮料杯，免得别人给你下药。这就是你的忠告。你不是没有约过会吗？这是第1次约会的基础常识。哎，小王大夫又不是什么犯罪分子，你完全破坏了我对今天晚上约会的浪漫想象。这就是我的目的，打消掉你浪漫的幻想，冷静的约会吧。走了。你别忘了送春风啊！主任，早上查过房了，怎么又把我们都叫回来加班啊？这大礼拜天的。我还答应陪我女儿去学棋呢。主任，我正睡回笼觉呢，梦见我做手术呢。哎，我觉得在家追剧，反正也挺无聊的，还是上班好。还是讲百炼最有发展空间。我告诉你们，让你们来是不会后悔的。先抽签儿。抽签儿？有发奖啊？哎，林向东呢？哦，龙哥说他晚一点。都抽好了哈。来吧，咱们说正事儿。病人周淑珍，65岁，因高血压、胸闷、头疼、流汗入院。经过拍片检查呢，发现心脏有占位性病变，位于主动脉的根部，已经压迫冠脉，所以做进一步 CT 检查和血尿儿杀方案检查。这上面是检查结果，仔细看一下。没看出来吗？需要我再提醒一下。有一种肿瘤，原发在肾上腺，非常罕见，会异位生长，但是最罕见的是长在心脏上。它是副神经节瘤的一类，虽然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但是因为它会分泌儿茶酚胺，所以会导致病人因为高血压还有并发症死亡。我知道了。心脏是个细胞瘤。答对了。就目前这个 CT 的结果来看呢，是完全可以切除的，但是要修补一下主动脉，还有左心室。从哪个位置入刀能更安全一点呢？
医生怎么穿的这么正式啊？今天，又到那天了呗。龙医生，霍长，你现在怎么来这么晚？今天是我未婚妻忌日，我刚才去了趟墓地，稍微多待了一会儿，所以就来迟了。时间可真快，一晃都3年了。你也别太难过了。谢谢护士长。那我先过去了。嗯。主任，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把签收一点。啊？哎，什么新病人？心脏是个细胞瘤。啊？哎，这种病很少见啊。我查过文献，说全世界病例报告加在一块才100多个。嗯。主任，从哪找到的病人？这是副院长的姑妈。正是因为这个病例实在太罕见了，所以我才叫你们回来，让你们长长见识。没失望吧？不失望，不失望，还有机会发表文章。不过有一件事说了，可能当中有人会失望了。哦，什么啊，主任？医务处说让我们科找2个人，去帮他们参加送春风活动。刚才抽签就是为了这个。谁抽到最短的了？来吧，比一下。哎，大钟说跟廖主任最短。哎，这，那就愉快这么决定啦。你们2个送春风，我们去看病人。不，这主任刚才这抽签的时候可没这么说，这不算数，这得从抽这个。主任。那如果我说了，你们2个还会抽吗？不是主任，那你们2个好好送春风，为科室争光啊！不要再争辩了，我们走吧。肿瘤？是个细胞瘤，通常会长在肾上腺上，极少的时候会长在身体其他部位，统称异位氏个细胞瘤。心脏是个细胞瘤，属于后者。就是因为这种肿瘤，让您高血压还有其他症状。不过肿瘤一切除，血压就会正常。不过，这也算是好事吧。姑妈，这都要开刀了，还好事呢。总算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不会像以前那样疑神疑鬼的，我心里踏实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病也不是难治的，只是平时很少见，而且手术起来比较复杂而已。我也听不懂这些，要不你跟刘峰说吧，听听他怎么讲。刘峰在开会，你不要打扰他好吗？没事儿，你有个做医生的侄女婿，就是这个时候用的。喂，刘峰啊，姑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让唐主任跟你说吧。喂，刘峰，是心脏是个细胞瘤。你确定吗？确定了，而且已经压迫冠脉，我觉得应该尽快手术。这个手术的话，最难的是麻醉。叶一鸣来看过了。叶主任最近不排心外的手术。喂，刘峰，干嘛？不是唐主任的手术，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啊？再说了，今儿我休息。什么？秦主任、廖主任，这次送春风啊，一共要去3个郊区县义诊，1天1个。这个呢，这个是去年送春风活动的病人名单，今年有回访，并向这些病人赠送一些生活物资。当地卫生院会帮忙组织筛查这个先心病、冠心病，向这个高血压患者赠送一些药物，物资跟药品就都在这儿了。后勤部会派车帮你们送过去。
叶主任，看过病人吗？情况觉得怎么样？病人出现了头痛、心悸、出汗3联征，加上影像学检查，可以确诊。应该再做一个取态显像，定位肿瘤。已经通知核医学的人了，江百烈一会儿会送病人过去。你打算什么时候做手术？我想明天。明天？不行。嗜铬细胞瘤会分泌儿茶酚胺，导致血压骤升。手术时，你外科医生的手但凡碰到了肿瘤，儿茶酚胺的量都会分泌，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不能用药控制吗？我知道很困难，但是没有但是，必须保证术前用药的充分时间，调节血压和扩充血容量，否则在切除肿瘤的瞬间，内儿茶酚胺量骤减，血容量跟不上，会出现难以纠正的严重低血压，对病人十分不利。可是现在肿瘤已经压迫冠脉，如果不手术的话，病人很有可能会猝死。那也不能贸然上台啊。别的病还好说，嗜铬细胞瘤术前用药跟手术一样重要。能不能不那么死板？这个病人的情况很特殊。这不是死板，正是因为他的情况特殊，我们更要遵守安全守则。麻醉负责的是病人在整个围手术期的安全，术前、术后、术中我们都要管，不像你们外科医生，开完刀就可以甩手走人了。叶主任，什么叫外科医生甩手走人？这是我的病人，能不能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工作里？我没有带任何的个人情绪，是你太草率了，只看到肿瘤，没看到病人。既然我们两个的意见这么不统一，要不要问一下刘峰，听听他的意见？事情就是这样的，刘峰现在外科跟麻醉意见不统一。我觉得是这样啊，基于嗜铬细胞瘤的特殊性，我觉得现在应该推迟手术，保证术前用药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压迫冠脉的话，我也不会急着手术。现在的情况是冠脉和术中低压是一样危险的。我知道，平时都是外科占主导，但这个病啊，还是交给叶一鸣来决定吧。我相信他的判断力。我没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唐主任能不能接受。佳瑜，我也没问题，那就这样吧。那我现在就去给病人用药，调节病人的血压。叶一鸣，冠脉如果被肿瘤挤压闭合，病人很有可能救不回来。喂，佳瑜，你在医院吗？我在心脏中心外面，他们说你不在。我在去手术室的路上，没有去餐厅，那是因为你跟我说谎。说谎？我怎么说谎？你说给我送医疗器械，但是你为了别的目的去的。上个月我们结婚满9周年，这不是错过了吗？这我想补过。生活里总是要有点仪式感的。手术器械，我想着吃完饭再去酒店拿，我也没说谎。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说谎。我要上手术了，再见。哎，这……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别客气。不过我还没有想好。那我帮你点。你没什么忌口吧？没有。那来2份蔬菜沙拉。喝的苹果汁。不好意思啊，我那个平时吃的比较素，因为健身。没关系。你健身啊？对啊。哎，你哪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找我啊，我带你一块玩。
不过健身我不太会。这不有我呢吗？我教你。哎，其实吧，我现在心脏不太舒服。啊？怎么了？我一见到你，我心跳就特别快。服务员。周阿姨，你别紧张，现在的目标啊就是控制血压，等血压控制好了，您就可以手术了。我不紧张，叶医生，你今天下午把我的这个病那么仔细的都跟我说清楚了，我明白了也就不紧张了。那您好好休息，啊。哎，谢谢。哎。叶主任还没走啊？啊，周树珍的药啊，我又调了一下，这是新医嘱，今天晚上就给他用上。好，那我现在去药房拿药。辛苦了。应该的。冠脉如果被肿瘤挤压闭合，病人很有可能救不回来。这地儿还挺热闹的，下雨还这么多人。小王大夫，哎，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刚一起在健身房上完团课，还说你今天怎么没去呢？哎，就是你可不知道，今天那团课都没几个男的，全是女学员。要说就仨字儿，特没劲。我今天没约上课，约满了，所以我就没去。哎，我约课，下回约课你找我呀，我帮你约，咱们大家一起练不是吗？就是啊，你还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腹肌练得怎么样了。就是，好东西别藏着嘛。嗨，哎，对了，这位是？哦，我一同事，刚一块吃饭来着。同事啊？哎，你们今天练哪儿了啊？练的上肢还是腿啊？我们练的腹肌。练的腹。是。叶主任，这么晚了有事儿吗？术前的准备时间还是不能压缩，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也想到了，介入支架。那好，明天早上介入科见。好，介入科见。我走了。姑妈，你放松啊，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啊。有点胖，没事没事。不用害怕，放心吧。周玲姐，我先把病人送去介入科，那个叶主任和唐主任已经自我准备了。哦，谢谢你啊。你放心啊，放松点，辛苦了啊。哎，是这个吗？嗨，你好，我问一下，周淑珍是住这间病房吗？是啊。你们是刘峰的朋友吧？哦，我是他太太，我姑妈去做介入支架了。那个刘峰是谁啊？我们是找那个周工程师。周工程师。你们是？哦，您好，那个我们是受厂里同事的委托，特意来看看周大姐，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正在做手术的准备，情绪还是稳定的。不过，我姑妈都退休好多年了，像她这个年纪，恐怕不可能跟我姑妈共事过吧？是这样啊，那个周大姐一直是我们厂里的楷模，她改进的发动机涡轮扇叶到现在还是我们厂的主打产品，所以这些刚进厂的年轻同事们都特别崇拜她，非得跟着来看看。啊，崇拜我姑妈？那当然了，要不我们再等等周大姐。哦，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做完，而且医生也说了，让她少说话。不能太激动，主要是控制血压。也是哈，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昨天啊，听说周大姐要做手术，厂里的微信群呢一直就没消停。这样您给她带句话，说大家伙都特想她，等她做完手术，我们去家里看她啊。好，那谢谢你们啊。这水果您给她留下。对，不用了，拿着吧，拿着吧。拜托了，拜托了。好，再见啊。那我们先走了，好，再见啊。进来。处长，安心医疗的王工程师来了。好，知道了。你们公司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尽快吧，时间是研发的生命线。到了，就是这里。就这儿？这就是你让我们办公的地方。欧阳处长，人工心脏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之一。我知道，你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了。王工，医院就这么大，你不是医生，把你安排在门诊或者住院部。一是没有地方，二格格不入。不过接下来人工心脏要进入动物研究实验阶段，这里是动物实验中心，你在这里办公最方便不过了。我也是基于以上考虑才选择了这里，给你们安排了3个研究室，足够宽敞。我们原来办公的地方，物业会定期来管理，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对于搬到这里来办公，我是有顾虑的。这些顾虑你都不用有，动物实验中心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不用交房租。带我去看看。慢点。哎呀，慢点。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休息，支架做得很不错。如果哪儿不舒服，随时叫护士跟医生。谢谢唐主任，没事。我出来跟你说一下。支架已经放进去了，冠脉暂时不会出现闭合的危险。最近几天，麻醉科的叶主任会集中控制他的血压，扩充血容量，目的是为了锻炼他的血管。到时候手术的时候，出意外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好，最近几天他身边最好不要离人，你们有空要多来看看。刘峰会议一结束就会尽快赶回来的。好，那我先去忙。哎，唐医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在你看来，做一个家庭主妇，是不是特别失败？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姑妈都退休好多年了，又是孑然一身，家里人都习惯同情她。觉得他可怜，我都忘了，他曾经是发动机厂的工程师，到现在厂里还生产着他改进的涡轮扇叶。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不好，姑妈总是又给钱又给东西的接济我们。后来，我嫁给了刘峰，刘峰也越混越好，我也当上了全职太太。可是我姑妈却退休了。在我的家里人看来，我和姑妈的位置就像换了一样。我一直挺骄傲的，觉得自己的丈夫很厉害。可是今天，我忽然发觉，
家庭主妇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失败者。你管理着全是男医生的心脏中心，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你最有发言权。所以，我想问问你，我觉得，职业妇女跟家庭主妇的区别在于，职业妇女会把时间花在工作上，所收获的成绩都归自己。比如我，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很棒的外科医生，但是家庭主妇会把时间花在家庭上，要心甘情愿退居幕后，用自己的人生成就别人的人生。比如她的丈夫，比如她的孩子。可是我做不到。但是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可以做到，我从来没有觉得她们失败过。你真的这么觉得吗？当然，简单用成功跟失败来划分人群，不客观也太武断了。凭什么去评价别人的人生？没有人有资格。谢谢你。百丽，病人刚从 ICU 转出来，还是得多注意观察。放心，大哥。让他多喝点水啊，2个小时没排尿。这天还盯紧一点。主任，麻醉科的李湘已经把周医生接走了。好，知道了。主任，终于可以做这台心脏室各细胞瘤的手术了。要说还是叶主任谨慎，坚持把病人的血压控制到最佳状态，才肯松口。哎，那这台手术是叶主任主麻吗？那当然啊，肯定是叶一鸣主麻啊。最考验麻醉技术的时候到了。准备上手术吧，这台手术有叶主任，大家可以安心了。等一下，血压升到200，手术暂停。血压正常，手术继续。对一下管道。转机，不降温。肿瘤已经切除。血压现在这么稳定，看来是叶主任在术前血压控制得很好。那应该差不多可以关胸了。交给我们吧。哎，等等，血压骤升了。为什么？唐主任。会不会没有切干净？不可能，心脏的是个细胞瘤，我切得非常干净。那现在的血压情况，这只能说明病人的体内很可能还有一颗是个细胞瘤。还有一颗？怎么可能啊？要调一下术前检查 CT 的结果给我看一下。调下 CT。唐主任，你看，肝脏那个，看到了。肝脏后方是不是有一颗是颗细胞瘤？虽然很小，好像是有一颗。通知普爱来会诊。
主任，手术很成功，只是术后需要监测一下儿沙伏胺的量，但我估计问题不大，你可以放心了。谢谢唐主任啊，真的太感谢你了。不用客气。唐主任，叶主任刚才看过，说情况挺好的。哦，他说他今晚不走了，会一直监测病人的。能请你帮我个忙吗？说。这个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佳瑜，这是他之前在克梅德心脏中心专用的器械，他用这个会比较顺手。没问题。啊，不是你怎么不亲手交给他呀？我问你个事儿，你别介意啊。啊，你们俩现在是不是不住在一块儿了？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好吧，好吧。谢谢啊。放心吧，放心吧。啊，来，邵教授，别好，我先走了，再见。啊，这走了就。哎，赵教授，你为什么不等我？啊，去的时候脏活累活都我干，回来上午也是我，俺这春风我一人送的。这赵教授得出来的，漂亮啊！好了，我去交给他，你赶紧抓紧时间把报告写出来啊！报告我不写啊，什么都让我来干。哟，回来了。啊，心脏室铬细胞瘤，这手术就这么做好了？是个很有意思的手术，只是很可惜你跟梁晓波手气不好。那个赵教授有东西给你，我给你放桌上了，你看一下。好。姥姥，赶快去！哎呦，慢点，慢点！哎，姑姥姥刚做完手术，你俩轻点啊。没关系，没关系。跟你们说啊，姑姥姥可想你们了。我们也想姑姥姥，姑姥姥要快点好起来呀！哎呦，就是。哎呦，多会说呀！是啊，是啊。这次多亏你跟一鸣，改天请你们吃饭。不用了，平时欠你那么多人情，偶尔也是要还一还的。算你有自知之明。不喝为什么？甜的。姑妈恢复的不错，什么时候出院？应该快了，再过几天吧。对了，你是不是应该找时间多关心关心你太太？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夫妻这么多年，也要相互多体谅一下对方，关心一下对方。玩那个。周莲什么都不缺，我们夫妻关系那么好，她够幸福的了。好，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走了。哎，谢谢。哎呦，就让您早起这么一会儿，至于吗？哈连天成这样。这么一会儿，要提前半小时，什么早餐啊？还起这么早？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广东早茶，尤其是那个凤爪。我一吃这凤爪，我就想起你。相信我就找了。我就相信你肯定特喜欢这个味道。快点，快尝尝尝尝。主任早。我的天哪！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啊，都放松点，稍息。坐。哎，我怎么觉得今天这架势不太对呢？你们这一个一个，这餐不会是鸿门宴吧？是不是有事要求我办？怎么可能是鸿门宴呢？那我就代表大家说两句啊。这个最近呢，我们的手术量是上升了，我们的技术呢也是突飞猛进的。然后我们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们这个重病组就特地准备了这么一顿丰盛的早餐，以示感谢。对，感谢。那我倒是有一点疑问了啊，如果要真是感谢我，不是应该请我吃大餐吗？就吃外卖。这你要都不喜欢的话，那就撤了。别，来都来了，哎，都起来了，提前半小时，快吃吧。来了啊，尝尝。尝。这茶不是很好吃吗？变好快，不是我跟你说，来，这主要推荐。再来一种。你吃一次你就怎么样？是不是太好吃了？是吧？收餐完了。哎，主任早。吃个外卖有必要那么紧张吗？不紧张。你吃了吗？啊，没呢。没呢，去食堂吃去吧。主任快吃。哎，你也吃啊？哎，主任吃下去。快吃。小排骨。这才点的。这个好吃啊。来尝尝这个。哎，那个我知道。你要快的。对。说嘛。我这么办。好吃吗？还有几床？没有了，都盛完了。ICU 的病人我也看过了，今天没有能转出来的，都得继续观察。那我出门诊了。走吧。主任慢走。你至于那么夸张吗？你生怕主任看不出来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我以为这餐厅弄错了，因为餐没到呢。哎，不是，餐厅为什么给我打电话？用你手机订的餐，密码不就是你生日吗？好，上手术。谢谢廖主任。不是用我手。这么贵？刘峰，刘副院长，有什么要汇报的吗？汇报什么呀？先把你那嘴角擦擦吧。我呀，刚下手术太困了，胡说八道呢，你就当没听见啊。哎，给我整点硬菜，不要牛奶面包。吴主任的还是崔主任的？红烧排骨饭。那你记住了啊，还崔主任一份儿，不然啊，他又要抓狂了。什么事儿啊？把刘副院长累成这样，熬了一通宵。双肺移植，凌晨到的供体，把我从家里薅过来了。
你来正好问你件事儿。你说。吕潇说，你最近没有排心外的手术，不会是和唐佳瑜老公回来这事儿有关吧？啊，不是我前一阵子不是手术太多，有点累嘛，啊，我就想休息休息，怕状态不好。最近不是又排上了吗？真的？什么真的呀？我和唐佳瑜，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算了，不拆穿你了。不过，唐佳瑜老公出轨，我一点都不惊讶。出轨？你不知道？哎，周玲跟我说的，也不是跟我说的，就是我跟她说，唐佳瑜老公回来了，她说漏嘴了，还要我别到处去乱说去。哎，你们俩那么熟，她没跟你说吗？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周玲瞎猜的。也就估计是因为唐佳瑜老公出轨，她才会愤然回国。最近她老公又找上门来了，我估计这段时间呢，她心里不好受。那冰箱有可乐吗？唐佳瑜老跟我抬杠，肯定是因为她老公出轨，她迁怒所有的男人，并不是针对我一个。这么说也说得通啊。其实，切，同事骗鬼呀！大钟叔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今年能够评上主任医师，结果遭到了廖主任他们无情的嘲笑，说命里无时莫强求。你空的时候不要总跟他们瞎混，有时间就去外科实习室多练练缝针，知道吗？行。那主任，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道？等你各项技术掌握熟练之后再说。哎，赵教授，那主任我去吧。哎。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等我想清楚，我就会处理我们之间的事情。我知道，你是说过，我可以等，但是要等多久？你在国外不告而别，我急得都快要疯了。我找不到你，而当我找到你了，我都回来了。这2个礼拜你还是一样，你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我不知道我要等多久。是，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也许是我造成的，但是我们应该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我宁可你跟我吵，跟我闹，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你这是冷暴力，它解决不了问题。我说过，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挽回我们的婚姻。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我也理解，我也愿意尊重。这是我找律师，你的离婚协议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离婚之后，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归于你。你再考虑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请你回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回来找我，那这份离婚协议书就当作是我陪着的礼物。主任。主任，你没事吧？没事。恢复的不错，
要再坚持吃1个月就行了。好，艾莲，按上次的药开就好了。哎，下个月再来复诊，随时有不舒服再过来。好。好了，阿姨，先去交费啊，交完费去取药。好，谢谢啊。不客气。谢谢唐主任。哎，你慢点啊。哎。艾莲还有几个病人？还有5个，是加的。唐主任，外面有个病人胸疼的厉害，看挂号单挂的是您的号。就是他，让一下，我看有什么反应呢？我胸口疼，哎呀，好疼！我有主动脉瓣狭窄。你这是心肌供血不足，别紧张啊，跟着我做，我给你做个动作会缓解。用力，让外周的血迅速回心，再用力。有没有好一些？这样能缓解心肌缺血造成的疼痛，可以吗？好点了，马上送回病房吧。唐医生，我怀孕了。那3甲复诊的汇报资料准备好了吗？该医务处准备的都准备好了，需要各科室提交的总结汇报，有的科室都还没交上来，而且我们去催，对方总是以太忙搪塞我们。让我猜猜，外科？心外、神外、骨外、普外，无一例外。好，那你跟他们说，这个月底不交，医务处抽查他们近6个月的病历，全部按照内科的书写格式来做，不合格的扣奖金。哎，对了，处长，还有医保政策培训班的事儿。处长，你说啊，那个，来，王工。哎呦，天哪，终于是修好了！你们这地方东西太破了。你是说免费提供给你们的我们医院的设备？你别动不动就拿免费说事儿。我是在给你们研究人工心脏，也是为了你自己。这些事情你完全可以找后勤，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打电话？你当我是你的勤杂工吗？你以为我没找过吗？他们拖3拖4的，叫了半天都不来，来了以后粗手粗脚的，而且也没有你修得快。虽然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是你还别说啊，干这些活你确实是一把好手。我有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我有工程学双博士学位，但你还是不会修水管。我不是不会，我是不屑，我要留出时间做更重要的事情。对了，欧阳处长，为了表示对你这段时间这些事情的感谢啊，我现在马上就要实现我那个缩小人工样机的小目标了，到时候请你来做第一个见证的人。水管我修好了，可以走了吗？你这是先天性的主动脉瓣狭窄，什么时候发现？就是怀孕以后，他们说我是高龄产妇，让我多做运动，但我一动吧就喘不上气儿，胸口也疼，体力下降的也厉害。去了医院一查才发现的，就是上周。你现在是怀孕的第13周，13周。这么跟你说吧，你的主动脉瓣狭窄很严重，瓣环小，而且还是个2野畸形，加上你怀孕的月份也比较小，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是建议啊，先做一个人工流产，等之后再做人工瓣膜置换。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我来安和不是来找你的，我要见唐医生。主任今天不对劲，怎么不对？从门诊回来就守着一摞纸看，连午饭都不吃了。还不是因为你早饭点的太多，把主任给吃顶了。哎，小百丽啊，你说那一摞纸赵教授给他的？应该是。
赵教授找主任说完话以后，主任来门诊的时候，兜里就多了那一摞纸。真是顽固不化。啊？进。主任，沈丽英要见你。哎，老谢，我们看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老谢，你干嘛？哎，你这样不好，这是人家隐私。不好啊，不好，这有什么不好的？这就像是家长看孩子的日记一样，他是为了爱护他，他是保护他。你这是什么逻辑？小孩日记你就随便看？我们不也是为了关心他吗？看，老谢，你这不合适啊！关心是关心的事儿。沈丽英，汤医生，谢谢你在门诊救了我。你挂了我的号就是我的病人，这都是应该的。我听龙医生说，你不想做人流，想在手术换办的同时继续怀孕。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一点，这样对于你跟胎儿都是非常危险的。我明白，别人做不到，但他们说你可以。他们是谁？网上的病友啊，他们说安和重病组专门接诊危重病患，还说汤医生你什么手术都能做。第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医生什么手术都可以做。第二，你不是危重病人，如果做了人流之后再做手术会非常安全。你在有选择的前提下，你选择了最危险的模式，这是我跟龙医生都非常不赞同的。你是我们的病人，我们必须要为你负责。对于孕产妇，医生的救助伦理永远是先保母亲。可我想要这个孩子，难道你不能想想办法吗？不是我们不想办法，只是我们不希望你去冒这样的生命危险，所以希望你好好考虑清楚，好吗？汤医生，汤医生。哎，欧阳，你怎么来了？我这2天给你发微信，你都只回几个字，打电话你又不接。我那天晚上不是看见你健身房的朋友了吗？你跟他们说我只是一个同事，所以我以为你不想有什么发展呢。就为这事儿？喂，先把血止住，我马上过来。好。哎，8点怎么了？要上来干嘛？大出血，好不容易止住，心脏也不复跳，主刀搞不定，把唐主任都叫来了。哦。唐主任，叶主任，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好。对不起，
我如果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说出那么多难听的话了。你也没有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隐瞒我结婚的事实。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种事情挺难启齿的。或者可能是我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吧。总是以为不说出来，这件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其实是我错了。今天早上，我看见你和一个男的在门诊楼，他就是你丈夫吧？对。他给我送离婚协议，他说他还是希望能够挽回，毕竟这段婚姻已经9年了。但是如果我不愿意的话，他会尊重我的选择。那你是怎么想的？刚才本来打算要签字，结果被电话叫来救活了。不好意思。喂。好，知道了，5分钟。刚才的病人又出血了，准备2次开胸。我回手术室。叶一鸣，今后你不会不排心外的手术了吧？不会了，心外一直是我主攻的方向。哎，主任，哎，来了台急诊手术，大钟叔和龙哥上了，我现在去帮忙。那个17床的沈丽英说要见你。辛苦了。没事。沈丽英，江医生说你找我。我想来想去，还是想保住这个孩子，我愿意冒险。能讲的道理我都跟你讲了，你还是这么固执，那恐怕我就帮不上你了。不然你就换个医生，或者换一家医院。其实这个孩子来的挺意外的。我和我老公结婚10几年，一直都没有要上孩子。后来决定了要离婚，离婚前我们俩喝了顿酒，结果拿了离婚证以后才发现怀孕的。那你的意思，你想用这个孩子挽留你的婚姻？正好相反，离婚是我觉得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我和我老公都不是坏人，但是性格不合适，在一起太累了，离了婚反而能做朋友。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不做一个妻子，但我从很久以前就想做一个母亲了。唐医生，你说我才是你的病人，胎儿不是，可我肚子里的孩子跟我血脉相通，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跟他本来就是一体的。如果你能救我，为什么不能试着去救他呢？胎儿才13周，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不是个人，只是个胚胎。可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孩子呀。我今年已经41岁了，如果现在失去了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都做不了母亲了。我不强求你给我手术，但至少请你答应我想一想，
想一想手术的可能性，好吗？ We have to stop the bleeding, or she will die. Suction and more blood transfusions. Prepare to clamp at any time. Oh, Dawn, you look so terrible. It was a long day. I'm so sorry. It's okay. You have blood on your pants. Dawn, are you okay? Dawn, I need help! Help! Dawn, you okay? Dr. Tong, I'm very sorry to hear that. You had miscarriage. And the baby was only 8 weeks old.沈丽英，汤医生，让我们想一想，怎么能帮你保住这个孩子吧。谢谢。病人沈丽英，女，41岁，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瓣环偏小，并且是个2叶畸形。正常人的主动脉瓣有3个瓣叶，她只有2个，而且现在怀孕已经13周了，在妊娠第12周的时候。 为了同时供应母体和胎儿，心脏泵出的血量是非妊娠期血量的1.5倍，所以很多没有症状的先性病患者都是在妊娠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症状。沈丽英就是这种情况。是。沈丽英现在虽然表面看起来还不错，但她其实左心室的血压已经非常的高了，因为主动脉瓣狭窄，血泵不出来，都堵在了心脏里，所以肺静脉的血液流不进去，现在形成了肺水肿。 如果情况再加重的话，有可能猝死。我现在想到2个手术方案，第一个，风险系数相对而讲会小一些，不用开胸，用介入球囊撑开主动脉瓣。主任，这个是不是得找介入科的主任来看一下？喂，李主任，在医院呢。 跟我们科来一趟，让你看看病人，尽快啊！做不了，这个人的主动脉瓣非常的狭窄，很可能根本就撑不开，瓣环小，2叶畸形，即便是撑开了，也很容易引起反流，到时候还得开胸，得不偿失，所以我不建议做介入治疗。那现在就剩下手术这一个方案了。可是你给一个孕妇做手术。 这个危险程度不比给普通人做手术。心肺机里的愈冲液会稀释血液，降低黄体酮的浓度，这有可能导致子宫的收缩，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但心脏手术要降温，这胎儿无法耐受啊。而且这个心脏停跳液里含钾，胎心对钾敏感，如果控制不好用量的话，胎心很可能会停掉。这些我都想到了，所以我决定。 心脏不停跳，不用停跳液，单纯血灌。冠状静脉窦逆行，持续保持关注，不降温，常温下做。血压、流量保持比平时还要高。最关键的是时刻监控胎心，发现子宫收缩，立刻注射黄体酮抑制。还有一点比较关键的是，手术时间一定要控制，要尽量快。 扩大瓣环，这转期时间怎么也超过2小时，所以一定要控制在2小时之内，风险才会降到最低。我觉得可以做。那就联系手术室，明天开刀。
那你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帮你。麻醉医生，叶主任，发给你的手术病历有什么问题吗？可行吗？嗯。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了，我觉得可行。我以为有什么问题呢。唐主任，欧阳处长，我听说你又收了个孕妇，而且还要在保胎的情况下做换瓣手术，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医院现在要进行定期的3甲复审，我怕万一到时候要是出什么事情。我记得袁蕊做供体的那一台心脏移植手术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呢，他劝我把那个心脏给陌生的病人。他说了什么来着？如果医生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挑选哪个病人得到供体，你能想象这个医院会是什么样子吗？记得真清楚。现在也是同样。如果一个医生因为医院的行政原因来决定给病人做手术的方式是冒险的还是保守的，那这样的医院是什么医院？我自己挖的坑，自己跳下去了。那你这次一定要超水平的发挥，如果影响到3甲复审，我保证在原地爆炸，我会在医务处炸，而且我保证你们心脏中心一定能看到我的碎片。我尽力好吗？尽全力。叶主任，我们去跟病人说一下手术的细节。好。你要保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哪个医生敢做这样的保证？那万一要是失败了呢？我尽全力努力，行了吗？那你保证吗？我保证不了。那你保证吗？哎，你怎么还没走啊？刚下手术，看你一个人吃，多闷闹啊！约着体外循环跟麻醉，碰了一下明天手术的细节。关键是明天产科还得过来人，盯一下胎心。我同说，我想问你个问题。问。离婚什么感觉？离婚啊？离婚也未必是件坏事儿啊，未必是件坏事儿。他有时候两口子的感情，他走到那步，实在没办法再调解了，就离了吧，他也是一种解脱。怎么了？你这是又？你的意思其实离婚是好事儿？我可没说它也是好事儿，但就能不离吧？你最好先别离。这个，他毕竟他也是伤筋动骨的啊，他得缓好些日子才能缓过来。就比如说，如果你离过2次、3次这种，那也挺难缓过来的。离那么多婚，其实都没感觉了吧？我有，我可有了，我每次都可专一了，所以我每次都挺伤心的，挺长时间的呢。主任，主要情况鉴定完毕，已对过管道。胎心多少？胎心平稳136，可以转机了。巡回，帮我记下时。好。下班。胎心下降110，继续观察。准备下班了。10399，不行，太低了。黄立通，这怎么办啊，主任？不会要重新补吧？
没有时间了。唐主任，胎心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这是我和妇产科医生的职责。可是我现在……相信我。唐主任，我要开始升血压了。好。胎心多少？再升，120了。喂，欧阳处长，你以为你不接我电话我就找不到你了吗？啊？你有什么事儿？如果是水管坏了，请打后勤电话。给你打电话呢是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你，我呢已经成功的把人工心脏的尺寸降到了50毫米，我履行了我的承诺，所以现在我邀请你过来一起欣赏一下。来的时候帮我带杯咖啡啊，不加糖不加奶，然后去食堂顺便帮我打一份蛋炒饭，要加蛋加辣，好吧？喂，我有事儿，先挂了，再见。喂，欧阳，你这是？哦，那天送你的花挺寒碜的，今天给你补上一束。我那天是因为有朋友在，我害羞，所以我才说你只是我同事。要是你愿意的话，咱们可以以男女朋友的形式交往。我不怕被别人知道咱们的关系的。那你愿意吗？不要说话，我知道你想问什么。等一下。能看到吗？看得见吗？我相信6个月，6个月之后，你就能看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唐主任，叶主任，还没下班吗？啊，刚要走。哦，你怎么了？这是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5年前我流过一次产，沈丽英说，她跟孩子是一体的，孩子就是她的血肉。可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一点，直到流产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已经怀孕了，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是，真庆幸啊，不用为了生孩子停下工作，也不用为了做流产的决定而背负内疚。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其实这也没什么，
每个人啊，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你只不过是选择了工作而已。回头想一下，好像这些年，我每一次做选择，放在第一位的都是工作。我做过特别多次很自私的选择。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其实赵吉安很想要个孩子，想要一个家，可是最后他还是妥协了，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妥协。其实他就是这样一直包容我，包容了9年。他说的对，我们不仅是夫妻，还是彼此唯一的亲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字要怎么签，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好像没有办法前行，更没有办法后退。其实，你的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既然你不想放手，那就紧紧把它抓住吧。我们再试试吧。